大家好，我是宜賴，我們又來北海道嘍。這一次是一個很臨時的行程，我們是1月底來的，這個時候超冷，而且機票超級貴的。那會這麼臨時來呢，是因為我們想要在北海道買個房子。那買房子的原因呢，晚一點再講。那前2天日本的仲介突然通知，在札幌有間符合預算的房子，看了一下資料，蠻喜歡的，當機立斷衝一趟日本。因為我們的預算不高，還想要交通採買都便利，有一個寬敞的用餐空間，就趕快去看了。這麼臨時的出國，根本沒時間去領實體 SIM 卡或租分享器。好在我手機裡面早就裝了 Sally， 在候機室動手指，3分鐘就買好日本的流量，一下飛機卡都不用換，網絡直接連上了。只要手機支援 eSIM 功能就能使用。Sally 服務範圍超過200個地區，像我們這種短暫停留 ，Sally 提供各種彈性的方案，不用擔心買多了浪費。在札幌找房子的過程全靠它，導航啊，跟仲介聯絡啊，找餐廳，而且它的網絡非常穩定，不用去連那些不安全的公共 WiFi。如果你也是這一種說走就走的人，或者是出差短暫停留 ，Sally 絕對是你的最佳戰友。省下的時間還可以多吃2碗海鮮丼。現在就掃描畫面上的 QR code 或點選影片資訊欄的連結 sally.com/honsashimi， 付款時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honsashimi， 直接享有85折的優惠。出國前事先準備好，才不會臨時抱佛腳哦。我每次來新千歲機場都吃這間拉麵，避開排隊到爆炸的一換。這一間有放蔬菜，比較不死鹹。這一次有蟹肉拉麵。裡面那3條是真正的蟹肉，不是尋味棒。太太都會吃叉燒飯，我們還會叫煎餃跟飲料。現在還傻傻的吃得很爽，殊不知卡蛋的就大粒櫻桃啊！剛吃拉麵吃得很爽，下來以後發現 JR 停駛了，到處都是人，不知道停駛多久。然後旁邊那個車子上面裝滿了人，像失速列車一樣。這就是貪吃的結果。可是我覺得，就算我沒有吃東西啊，它可能也是停駛，對，因為旁邊的月台都超級多人的，這樣子回來那一天就要早一點回來。如果說火車停駛的話，就會影響到飛機，就回不去了。在 JR 的月台等了1個多小時，終於擠上車。這時候月台已經關閉，不再收人了。然後只開心了10分鐘，車子呢停在南千歲站，說要鏟雪，需要等2小時以上。新聞說，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，札幌市下了超過50公分的雪，創下了1999年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。我第一次冬天來北海道就遇上了，不知道算不算運氣好欸。上網查了一下，發現有很多人都卡在火車上，因為高速公路封了嘛，巴士也全部停駛。有些人在南千歲就下車離開了，那我們明天才看房子，所以就慢慢等。結果沒有想到這一等就等到了隔天凌晨3點，我們在車上等了13個鐘頭。突然間廣播說要換到對面那一台車，大家就跟逃難一樣的衝過去。逃難的過程我沒有拍啦，怕被揍。火車發動的時候我超想拍手歡呼的，但是整車的人都神情漠然，感覺被折騰的沒有知覺了。5點14個小時，終於到了欸！說不定等一下應該還有地鐵可以坐吧？最好那個房子跟照片是一模一樣的，不然費盡千辛萬苦來看房子會。等一下就室內啦，走地下街過去。這個是札幌車站到大通之間的地下通道，有很多人被困在這裡，躺了整片。這個就是他們可以給你租借一些被子用。因為太冷，車子停了呀，很多人都回不了家，就直接待在車站。現在要走去飯店，去飯店了。現在已經沒有電車了，然後地下道有一道封起來。對，不然的話是可以，飯店是可以一直沿着地下道走。全是雪，你看這個好高哦，還好現在已經沒有在下了。昨天凌晨2點從宜蘭出發，今天凌晨4點還沒有到飯店。中午吃完拉麵就沒有吃東西了，等等要吃個點心睡一下，早上要去看房子。飯店門口準備了很多能玩雪的小玩具，很用力的，我把它放在有欸，還行了哦，還可以哦。哦，蓬松的，对，剛才說很好，很容易。
你剛夾的不夠用力，它太蓬鬆了哦。啊，它臉沒了。對啊，我說在裡面加點水了，它有點溶，就會凍結嘛。哎，有，可以哦。當然還行哦，還可以啦，面目全非。對。這一次帶看的是加藤小姐，她的中日文都非常好，感謝她開車載我們去看房，不然大風雪會花更多的移動成本。現在的路況車子是能開，但是非常顛簸，因為到處都是積雪，車道變得很窄，轉彎時會卡到雪堆，有時候還要下去挖一下，或者稍微推一下車子。整個城市蓋上一大片雪之後呢，就認不出原本的樣子。這個是二條市場，我記得前面是一個公園吧，現在都堆滿雪了，這麼多雪沒有地方放，就只能堆着。我原本的計劃是昨天到札幌，下午先去房子的附近繞一繞，實際走一下地圖上的生活設施要多久，看看有沒有嫌惡設施。房子內部的小環境可以改，但是大環境你改不了。不是當地人的我呢，想要確認一下，但是這個計劃落空了。我挑的房子是在地鐵附近的老破小套房，屋齡很老，價格不高，在台北市應該連車位都買不到了，所以中介費也不高。感謝他載了我們跑了一整天，人行道都變成只有原本的1/3，還有高高的雪牆。下大雪來看房子，我真是 A 滿。我們看的第一間房子是公寓2樓，他們的樓梯間都很乾淨又寬敞，每層樓都有防火門，廊道也很明亮，跟我印象中的老公寓很不一樣。那這一間是480萬日幣，面積是38.3平米，格局挺方正的，不是什麼 L 型啊、H 型啊、I 型的。屋況我整理過，地板非常新，不過整個風格都偏暗色系吧，這可能不太討喜。它這個洗臉台放在廚房的旁邊，我不太理解。但它冷暖氣都是新的，流理台也是全新的。這個房子不太適合我的地方是這個梁太矮了，這個我一定會撞到了，所以這一間就不考慮。外面有一層窗戶，可以曬衣服。對，然後這邊又有室內也是2個窗戶哎。對，它是2個，所以它這樣隔冷效果比較好哦。屋主做了很多儲藏空間，算是有花一些成本。那第二間是電梯的華廈，而且它這個大樓有稍微可以讓你停一下車的，我覺得規劃的很不錯。梯廳也很乾淨，維持得很好，廊道也有對外窗，採光、通風都可以。他們的逃生梯超乾淨的。人家都是帶看豪宅啊，我們來帶看小 QQ， 沒有堆積雜物哈。這上面看上去沒有任何雜物。這棟建築是30建設蓋的，1973年的房子，它不符合目前最新的耐震標準，但是它是 SRC 的結構，這一點我蠻喜歡的。這個燈好復古哦，昭和時期的燈嗎？用肉體測量一下大小。很大，对，因為有一個小房間，他說是房間，可是實際上你又沒有辦法躺。都得帶死皮，這是哆啦 A 夢的家，這個很深，這櫃子真的是人躺進去是可以的。那這個我可以接受了，因為你比較少會。對，因為我大部分活動，這個空間感很夠啊，就是冰箱可能放在那邊。然後這邊放一個櫃子，這個是以前一手的，這卡住了，所以到時候這個也得換。它就是就這樣遮住，我覺得 OK 的。客廳。那我們睡覺的房間，200到這條線，200。一張床，如果是 King size 200。哇，你看這個景觀，所以我是說剛好看超越對方的那個高度，所以你的景觀可以看很遠嘛。這個是通風口，用暖氣時要打開。這個是暖氣的瓦斯管跟排氣管，有這個是加分的哦，可以使用成本最低的暖氣。抽油煙機的，對，
排出去 OK 的啦。对，這個好，很多套房就是這樣。它是抽到上面幫你弄一個濾網，它沒有這一根啊。在講什麼？對，對，它就抽到這個空間來就完事了，你知道？它有連接對外，它熱水器也是走這個，熱水器要有這個，不然危險嘛。這個房子是48.3坪，568萬。我猜屋主是華人吧，才會選這個價格。看老房子就是要發揮想象力。對。第3間房子就在捷運站的樓上，很像台北那種捷運共構宅，生活機能是裡面最好的，是三井建設蓋的，屋齡也非常老。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啊，暖氣跟熱水都是大樓提供的，除了原本的管理費跟修繕基金之外，5到10月要繳暖氣費，每個月都要繳熱水費，沒在用也要繳。我並沒有要長期待在這裡，尤其是冬天根本不想來。這樣子一算呢，持有成本太高了，所以這個房子也不適合我。應該是想買來收租的人會比較適合，因為房東就不用自己準備暖氣、熱水器啊，使用費叫租客自己繳就好了。這個大樓要去公共洗衣間洗衣服，我看到那個洗衣間就知道這沒戲了，太太一定沒辦法接受的。買個房子還要搞得跟 backpack 一樣。對，台灣人忌諱加油站。為什麼？怕它爆炸。真的。對，我可沒有亂講哦。在台灣，加油站會被列為嫌惡設施，買方都會掐着這個殺價。它這裡是全新的，這邊這一塊下面新做的，然後這個是新做的，剩下的就是原始的。它這是1974年，你看他們很流行這樣，這邊再放一個小東西碗盤在這裡。上次那一間也是，然後他們這邊有燈，然後他們那個水管是這邊可以洗臉，然後那邊就是放水，就這樣。我們之前住過好幾個這一種，飯店也有很多是這樣哦，就是都黃黃，這個大概也沒辦法弄乾淨，可能把那個弄成白燈會好一點。這房子的格局有點妙，廚房旁邊沒有地方可以放冰箱，要拆掉背後的櫃子才行，或者是要放到客廳去。它的電是20安培哦，這一顆20，這一顆只有10，所以這個房子 total 20安培全部啊。但是家電要算一下。我宜蘭的家總開關是75安培的，已經覺得有些不足了。20安培我覺得難以想象，差不多就是2000瓦，開個烤箱加微波爐就全戶跳電50年的老房子，電線沒有換過，用電需要非常謹慎。剛剛那個電梯2房的總開關是100安培，那會安心一點哦。黑布利山哦，對，還有超市。100安培是硬體設備上能容許的，但實際上應該不會申請到那麼高，因為日本是安培契約制。申請的安培數越大，基本電費越高。那有的人會去申請更大的用電。如果你家裡的電盤或是電線回路撐不住那麼高的瓦數，應用可能會一直跳電，或者是直接電線走火。好軟，好蓬鬆哦，很像剉冰哦。對啊。這間也是我蠻喜歡的房子，所以它的畫面特別多。這是大馬路旁的電梯大樓，整體該有的設備都有，缺點是廁所非常矮，這應該是所有日本老房子都有的狀況。那放冰箱的位置很大，這個格局算是方正，面積跟剛剛的都差不多，但是只有一個房間，客廳非常大。這棟建築在2條馬路的交匯，出電車站直走就會到。我看1樓的信箱有公司，算是住辦混合大樓。我覺得如果以後用不到了，可以租給別人做辦公室，但它只有一個房間，而且廁所洗手台放在廁所的外面，蠻奇怪的，感覺像是拼裝的。沒有完美的房子，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。什麼都很好的房子我可能買不起，所以必然要有一些妥協嘛。那我年輕的時候看過非常多房子，我覺得只要沒有無法改變的致命缺點，房子就只有價格跟地點的差別。反正我也沒有要常住。這門感覺有就可以了哦。这個暖氣是吃瓦斯的，這邊有瓦斯管然後排風也在後面，這後面有個排風口，它都裝好了。然
然後這也是雙層玻璃，你看外面車水馬龍，但是非常安靜。我們這邊可以買一個櫃子，弄高一點當中島，冰箱的空間夠，是可以買一個超級大的冰箱了。中島旁邊就可以一個桌子，直接在這邊可以坐五六個人。它這個廁所的洗手槽在外面，然後玄關一開門就看到這個，就會有一點妙。在這邊做個櫃子。櫃子就是切起這個，差不多25公分，先遮住了，視線上不會馬上看到這個，就不會那麼瞎嘛。這邊再用一個簾子把它遮起來，這樣子你在客廳的時候就不會看到這個區域。廁所就是傳統日本，它這上面水可以從上面流下來，免治馬桶有啊，勉勉強強啊。我剛剛這個下面都檢查過了，它這個是一路通到地的。它中間沒有漏，它這個管線都做得非常好，然後水龍頭那些都很乾淨，沒有水漬，所以這個地方從來沒漏過水。就是缺點是沒有陽台啊，對，沒有陽台，沒有地方可以曬衣服。逃生梯啊，逃生梯也是非常乾淨，梯間也很乾淨，所以這個通風是非常好的。一眼我們看完了，現在回到飯店的1樓。我們今天看了4個房，只有2間我蠻喜歡的。第一間是公寓，我沒有想到那公寓他們可以維持得這麼好，包含梯間啊、樓梯啊，然後這個巷子啊、倒垃圾的地方都維持得非常好。然後它廚房旁邊放了一個洗手台，就是衛浴用的洗手台，我覺得那太搞笑了，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。你的平方只能放一個很小的，我覺得太妙了，它就有一股投資客的味道。新房子味。對对对，但是他們那個新房子沒有甲醛哦。這個它樓下就是捷運站，它有點像台灣那個捷運共構宅，那個生活機能也很便利。這個房子就適合那種買來租給別人的投資型買盤，它有集中暖房費，就是所謂的中央空調，然後再來它有一個給湯基本料，就是房子裡面的熱水也是大樓提供的，整個冬天的那個暖房費啊，還有熱水費我們都得付。那我覺得那樣子成本太高了。對，講一下為什麼我們要買房子啊？因為我每次來北海道，我們就看到很多魚、很多海鮮，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熟成，來的時間太短。那如果你要做熟成魚的話，你就要有自己的空間、自己的設備，用一些中式或者是台式啊、港式的方法去料理這些海鮮。在台灣的時候很難這麼做，因為成本太高了。再來呢，如果說我今天在北海道呢有一個這樣的空間的話，我們可以跟頻道會員約嘛。如果說剛好有頻道會員要來北海道玩，然後剛好那段時間我也在，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呢招待頻道會員，然後用最頂級的海鮮來吃，光想起來覺得爽。就是說今天如果我來北海道的時候，有人在北海道弄這樣的空間，上次我們遇到那個螃蟹大廚，哇塞，那麼便宜，一隻200塊台幣。對啊，我可能1個禮拜都吃那玩意兒，那個烤螃蟹啊，煮螃蟹、生螃蟹啊、甲螺燒啊，一人5隻夠多吧？成本也不過就1000塊台幣，沒有房子你就沒有辦法弄成這樣，我覺得蠻可惜的。所以我回來以後很認真的去思考這件事情。有時候淡季的時候，飛機票很便宜嘛，可能我1年待2個月吧。那剩下的時間就是空着，對，那我就把它當做拍片的成本。我們在這邊的話呢，能做的類型更多。那我們如果1年在那邊出，譬如說12支片，然後再加上它的持有成本、稅啊、管理費那些的話，1年大概15萬、20萬，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接受的啦。因為現在其實拍片成本越來越高，對，然後本身也喜歡吃，給頻道會員提供一些更好的體驗，我覺得是蠻不錯的。所以呢，這樣是不是就總結了？沒有啊，沒有總結。我跟你講，還有這2間電梯的兩房。好，這一間我非常喜歡，這個房子非常合乎台灣人喜歡的那種一巷住宅。大馬路進來第一條巷子，非常安靜，而且它有陽台，我們可以做那個夜干。然後它有2個完整的房間，朋友一起來的時候可以分開住。它的電是100安培的，那你知道那安培數很重要。如果你安培數很小，你的 Prega 很少，譬如說你開微波爐的時候，你又同時開電磁爐，那你家就會跳電。那我就想說，他們這些老房子的安培數都超少，
但是這間房子的安培數呢，足足有100，然後它的電箱裡面有4個 Prega， 一個 Prega 是20安培，我覺得非常棒。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電梯大樓，仲介推薦給我的，等於算是配菜了。然後它最棒的是用餐的區域非常寬敞，距離捷運站是在同一條馬路上，所以出了捷運站一直走，你就可以直接找到這個地方。OK， 所以這2間我都非常喜歡。那如果是你的話呢？你喜歡哪一個房子呢？你可以留言告訴我，作為我的參考。北海道回來之後呢，就重感冒，剪片的時候也還沒好，所以聲音聽起來很奇怪。還是有在下，你看，很蓬鬆，超蓬鬆的。這时候就想要撒一個草莓片，這全部這樣刮一圈回家，往魚上面一鋪，剛剛好，輕鬆啊！今天要回去了，我們就實際上只來了3天，算3天啦，算3天了，大部分都在車上，对，大部分都在路上。我以後絕对不會在雪季的时候來啊，是下午3點的班機。但是我們怕 JR 停駛了，早上6點就起來，7點就來車站了，擠在車站口了，超多人的。JR 月台的入口資訊看板是空白的，所以很多人堵在這，要確定發車之後才趕快衝進去，不然又要退票，很麻煩。我們用西瓜卡進站看這個列車詳細資訊，通往機場的 JR 幾乎全部都取消了。第一班列車還卡在路上除雪，我們改走另外一條路，走回去大通，然後坐橘色線到另外一個叫大谷地。大谷地那邊的巴士是有通的，所以從那邊坐巴士到機場。現在我們要過去這條路試看看。今天一定要想辦法搭到飛機，因為氣象顯示下午就要開始下雪，另外一波鋒面要來了。沒趕上的話，說不定又要在機場躺2天。這個時候不禁想了，如果在這裡有個小房子，就改班機時間啊，睡2天再走，就不會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是那個，你看，就是這個，我們要做這個啦。哦，當下看到這個，就像看到了希望。這個大谷地 bus， 現在在這個大谷地排了一個超長的貪吃蛇人陣，排到完全看不到道路的盡頭。還好他們這邊會弄一個牌子，然後上面寫這個是盡頭。現在那個盡頭排到地下室去，這裡有巴士啊，至少有移動，讓你有個盼頭。因為隊伍有持續在移動，所以就鬆懈了許多。前後排了大概1個多鐘頭就上車了，全部都採用下車刷卡收費，讓人可以盡快的疏散出去。得嘞，真高興哎！希望不會塞車哦。很多人排了好多人哦。哦耶！沿路上積雪還是很多，網路上看 JR 的列車1小時只有1班，所以轉進大谷地方向是對的。終於到了欸，爽欸！等一下要來碗凍飯壓壓驚。要不要感言啊？到機場爽嗎？哦，我是安心哎，終於有到機場，要開心吃一頓，不然早上都覺得很緊張，怕我也沒有辦法來機場啊。這個啊，螃蟹，我有看到這個，還是你要吃那個？其實伊卡這樣子我也蠻喜歡的。對啊，這樣子好像也還不錯。螃蟹好，因為那個蟹肉把它挖出來有點麻煩。對，那伊卡我以後有房子以後，怎麼樣都有一大堆salmon，然後蟹肉，還有一點軟，叫一個小份的一起吃。哦，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來吃了蟹肉，先吃點這個蟹肉。這蟹肉看起來好像是工廠出的吧，沒有什麼鮮甜味，很微薄的螃蟹的味道。我直接吃一大口。這樣一大口就會有蟹肉味。
沒有，也還好。這肉吃起來很像那個鮭魚肉鬆啊，你有吃過嗎？有啊，就那個味道，這麼乾，很乾，沒有什麼甜味。這不知道是什麼螃蟹哦，這麼瘦，看不出來。這個好吃，這是真正的，那芥味超濃，這跟那個完全是兩回事。你要不要留着一口，等一下配着吃？我以為你要吃一口啊。哦，沒有啦。因为这個蟹肉很重。那你今天怎麼會想要來吃這個店？哦，對啊，我想說，大概接下來就再也不會來這種店了。之後來的話，可能來這種店的幾率就很低了。要增加油嗎？要沾。哦，你有到。哦，好。好吃，哇，比比餅好吃，我覺得蠻好吃的，飯也不錯，都不會酸，一點點酸，然後那個丼飯的飯是溫熱的，我喜歡這樣溫熱的飯吃起來，那些食材的甜味更能彰顯出來。這個下一次的影片說不定就是在房子裡面了。